别跟我说你功夫有多深，师傅有多厉害，门派有多深奥。功夫2个字，一横一竖。错的，躺下喽，站着的才有资格讲话。叶问年少时家境优渥，靠祖上的硬币不愁吃喝。他师承咏春拳传人陈华顺，到他这里是第3代。师傅一条腰带一口气的告诫，支撑着他走过兵荒马乱、风雨飘摇的混乱年代。妻子张永成是个体贴豁达、婉约动人的女子。她一般话不多，认为有时候无声胜有声，两人琴瑟和鸣，夫唱妇随，算得上神仙眷侣。如果说人的一生有4季，那叶问40岁前的人生就是春天，夫妻和睦，衣食不缺，不用为生计奔波的日子是顶好的日子。叶问声名在外，有不少人上门挑衅，一场大雨中酣畅淋漓的打斗，叶问以一敌百，单打独斗时也处处留手，但对方却招式狠辣不肯罢休，于是叶问便也不留情面，瞬息就将对方打倒在地。很多时候叶问都是点到为止，但也绝不是怕事的人，足见他柔中带刚的性格。鹰沙嘴的共和楼，雕梁画栋，俗称金楼，号称太子静态间出，是佛山有名的销金窟。风尘之地必有性情中人，金楼是叶问师兄弟常聚的地方，亦是不少不是高手的英雄地。中华武术会的会长龚雨田年事已高，将八卦门掌门之位传给自己的大徒弟马三，受金武会之邀，在金楼举办隐退仪式。他任武术会长的时候做了很多事，如今就差一件事没办成，那就是南拳北传。仪式上，龚雨田极力主张要让新人出头，自己的徒弟马三虽然功夫出众，但却是个锋芒毕露、杀机四溢的人。龚雨田觉得他还需打磨，便命其立刻离开佛山。马三虽十分不情愿，但还是领命回了山东。龚雨田属意的接班人是德才兼备、贤名在外的叶问。他找到师兄丁连山商议此事，一个门里既要有面子，也要有里子。面子要一尘不染，里子要能兜得住事。而八卦门的面子就是龚雨田，里子则是丁连山。丁连山知晓事情的来龙去脉后，并不赞同龚雨田和叶问搭手，怕他一辈子积攒的人杰名声坏在佛山。龚雨田却不想永远当个英雄，他只想为英雄造实事。妻女龚若梅不日也赶到佛山，据他所说，北方的老人们都反对这场比武，龚雨田却坚持死守规矩不可行，他要给新人出头的机会。龚若梅已经定了亲，他自小的父亲真传对武术有着与生俱来的天赋和痴迷。龚雨田这次叫他下来，是为了求个始终，让女儿看看和人交了一辈子手的父亲是如何退下来的。叶问在佛山各掌门前辈的劝说下，带着大家的期望来到金楼和龚雨田搭手，各门各派军到场祝贺。江湖中人的祝贺方式很不同寻常，不是说吉祥话，也不是送礼，而是切磋比试。叶问先后与使八卦掌、形意拳、洪拳的前辈们一一过招，最后众人心悦诚服地祝他此次功成名就。比武会上，龚雨田提出今日不比武术比想法。佛山有个叫叶云表的人，曾经拿着一块饼找到龚雨田的大师兄，问他能不能掰开这块饼。后来他成了中华武术会的第1任会长，凭的不是武术，而是一句话：拳有南北，我有南北吗？今日龚雨田借用前辈之言，手上拿着一块饼，问他能不能掰开。两人拼的不是拳脚，是境界。叶问眼中不止南北武林，而是世界，勉强求全只会固步自封。龚雨田闻言大方认输，半块饼应声落地，他将名声给了叶问，嘱咐他凭一口气点一盏灯，有灯就有人。龚家从未有过败绩，现在输了，不管是面子里子还是场子，龚若梅要将他找回来，他只看眼前。龚若梅命老姜把一封信转交给叶问，然后在金楼摆下霸王夜宴恭候叶问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叶问没有推辞，如约而至。两人没有多言，便摆开架势缠斗在一起。功夫是纤毫之争，二人上下翻飞，身姿灵巧，宛若游龙。几番交手后，竟没有将这精致的屋子毁掉1分1毫，反倒生出了几分惺惺相惜之情，约定日后有机会再切磋。之后的日子，两人书信来往间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。1938年，佛山沦陷，叶宅被日本宪兵队抢征，叶问的人生从春天一下到了冬天，炮火连天，山河动荡，叶问一家的生活陷入窘境。但即便这样，他也没有投靠日本人混饭吃的想法。叶问砍掉自己以前练功的木桩，卖掉了刚做好准备去东北时穿的大衣，只留下一颗扣子当作念想。抗战8年，叶问变得一无所有，他接连失去了收入、朋友以及家人。1939年，龚若梅赴西北大学学医，在火车上遇到了8级拳宗师一线天，并助他躲过了日本兵的搜查。与此同时，马三投靠了日本人，因为他的气性和所作所为皆与龚家的门风背道而驰，龚雨田决定收回他身上龚家的东西。师傅和徒弟大打出手，马三被逐出师门，龚雨田也遭受重创，留下一句不问恩仇后离世。得到消息的龚若梅快马加鞭回到家，门里的长辈们早已恭候多时，明面上是为了让他拿个主意，
实则是来给他施压，让他早日嫁人，安分守己，不要想着报仇。宫羽田刚走，这帮和自己爹爹磕过头拜过把子的老头就变了脸，他们不敢动和日本人走得很近的马三，将矛头指向他这个没了倚仗夫人孤女。但宫若梅性子刚烈，绝不是任人欺辱的。早在回来之前，他就推掉了亲事，发送了父亲。宫若梅毅然决然奉了道，哪怕后半辈子不能传艺，嫁人有后，也是要为父亲报仇雪恨。1950年，叶问为了生活在香港的武馆教拳，上门挑衅的人络绎不绝，却全都乘兴而来，败兴而归，成了叶问的手下败将。这一年，8级拳宗师一线天流亡香港，开了一间叫白玫瑰的理发厅。他练的8级拳爆裂刚猛，杀伤力极强，一身好武功是他乱世中安身立命的本钱。内地处处是硝烟，宫若梅来到香港开了间医馆。叶问想要再见识一次宫家的64手，他先后找到宫若梅和丁连山请教，却都被婉拒。宫若梅在风雪交加的大年夜等到了马三，两人在火车站大打出手。疾驰的火车为局势平添了一份紧张和肃穆。同为宫家弟子，两人各学了形意拳和八卦拳64手，身手矫健，旗鼓相当。八卦拳手黑，形意拳霸道，狭窄的月台杀机乍现，最终马三技不如人落败。宫若梅说到做到，拿回了宫家的东西。他一路强撑着回到家，喉头那口血再也憋不住吐了出来。一线天的理发店来了个收保护费的，来人自称三江水，原本以为是个厉害角色，没成想保护费没收到，反被一线天一招就打得鼻青脸肿。三江水是个识时务的，马上服软不说，还硬要拜一线天为师。一线天觉得将功夫交给他是在糟蹋老祖宗的东西，但耐不住三江水有钱，然而膝下有黄金，他把这黄金就给了一线天，成功入职白玫瑰理发店。这之后，一线天的收徒教拳事业一发不可收拾，8级拳由此传入了香港。1952年的冬天，宫若梅不再开馆问诊治病，有人说她是因为旧患开始吸食鸦片，有人传她练功走火入魔。叶问和她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大南的戏园子。这些年风雨飘摇的他乡生活让他觉得很累，他想回到老家，回到过去。约叶问见面是来告别的。宫若梅将叶问那日留下的扣子还给了他，向他诉说了自己的喜欢，便不再有什么遗憾。第2年，宫若梅病逝于香港。弥留之际，他脑海中是在东北的皑皑白雪中练拳的日子，他把自己留在了那里。宫家没人了，老姜准备将宫若梅的灵柩带回东北，按照宫若梅的遗愿，将装有她头发的盒子交给了叶问。两人相识了大半辈子，实则你不知我，我不知你。后来，叶问领取了香港的身份证明，中国边境关闭，他自此终生在为踏足佛山。他的武馆也一辈子没挂过招牌，千拳归一路，咏春也好，旁的也罢，到头来都是一横一竖，谁先躺下谁就输。武戏上，叶问与中大战，宫若梅和马三月台决斗等诸多打戏的视觉效果、动作设计都堪称精妙绝伦，和大多动作片的拳拳到肉酣畅淋漓不同。影片中的打戏平添了几分优雅和诗意。视觉上，全片每一秒都营造出了美轮美奂的绝妙氛围，将时间流逝讲得很有味道。每一张定格的照片都是在记录光阴，为历史拍照。文戏上，台词兼具深度和美感，都以为习武之人粗俗，但真正的大家应是德才兼备、举重若轻的。纵观全片，细碎跳跃的叙述方式可能会让很多观众难以招架。这段武林往事拆出任何一段戏都精妙绝伦，可圈可点，但在整体架构的拼接上却有些让人难以理解。突兀的转折和镜头的转变好像只是为了将片段拼接在一起，这一点和影片每一帧都在打造细腻感略有冲突。